中国拒绝五角大楼沟通，欢迎耶伦访华，气球事件变成了多方博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在今天说正题之前呢，我要先提醒一件事儿。前几天有人在各种场合，比如评论区啊、弹幕里边说我们一些媒体之所以在此次气球事件中用飞艇而不是用气球来定义这个浮空器，是因为气球属于民用航空器，受到法律保护，所以美国人打了理亏。气球不是民用航空器，所以美国可以击落。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谁先说出来的，反正很多人把这段话呢写进自己的公众号、自媒体里。实际上，国际法，比如说国际民航组织几个公约里，不管是气球还是飞艇，只要属于军队、警察、海关这三个体系，都叫国家航空器，而不是民用航空器。而只要不属于这三种情况的，不管是飞艇还是气球，都属于民用航空器。在民用航空器分类中，各种气球也不管什么形状，是自由飞的还是气流在地面上的，都算是叫非动力驱动航空器。而飞艇，不管是刚性的还是非刚性的软式飞艇，只要是有动力的都叫飞艇，算是动力驱动类。而且根据芝加哥公约第5条，缔约各国同意其他缔约国的一切不从事定期国际航班飞行的航空器，在遵守本公约规定条件下，不需要事先获准，有权飞入或者是飞经其领土而不降停。所以要看懂这些个国际法规啊，就能理解为什么美国总想在气球残骸里边去找发动机、去找舵，因为他们想证明这次击落的是可控的有动力的飞艇。我们坚持说是不受控飞行，就必须坚持说是气球，而不能说是飞艇。而我们坚持要强调气球的民用属性，就能用芝加哥公约当武器。而美国如果不能证明气球是国家航空器，最多就只能用公约第8条、第9条和我们对抗，我们就可以谴责美国滥用武力反应过度。所以要明白一点，能做到给自己不挖坑，不掉进对方陷阱，才算是善于斗争。其实呢，查资料不难，比如说法律问题，查法律文本都特别容易，稍微有点心思就不太容易受骗。遇到科学问题，应该通过正规的教材、学术期刊，还有国家正规的科研部门等渠道核查信息，也是保证自己不被某些媒体耍的前提。科学问题尤其不要去相信某些流传甚广的传言，多数人重复的话可不一定是真的。而且未来一个阶段，网络舆论中客观、真实、科学的内容的占比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低。不排除李森科主义这样的反科学言论会在我们的互联网上占据主导地位，只能说以后大家看媒体新闻的时候自己小心。那么言归正传，我们还是看看美国在气球问题上的后续反应。这些反应在我看来，传递的消息可以说是混乱不堪，明摆着美国一批人想继续热炒，一批人可能想降温。反正中美之间呢，这件事是不可能轻易过去了，美国内部的互相攻击还可能变得更激烈。美国两党在众议院达成了一个419-0的一致来谴责中国，貌似是很一致，但是任何时候也没有忘了互相猛烈攻击。比如有人就指责拜登政府为什么不在阿留申群岛上空就击落中国气球，五角大楼就解释在阿留申群岛上空击落之后没法打捞，因为水太冷。而刚才看到的新闻就是为了显示击落气球的合理性，美军以妨碍民航飞行安全为理由，让 F-22战斗机击落了阿拉斯加上空的另一个气球，使 F-22的战果数量第一次超过了歼10。马上，美国海洋大气管理局说，他们有一个气球失联了，给自己3刀6洞，自家的气球都咬，看上去真有决心，真有勇气。不过，击落自己的气球，肯定还会导致更多人对美国军方的非议。而前2天，拜登跟布林肯的态度看上去呢，是又回到了想给事件一定程度上降温的路子。拜登说气球事件呢不会影响中美关系，布林肯说不会取消访华，只是推迟。这种表态内容的细微变化，估计还是因为党争。民主党发现自己无论怎么说怎么做，共和党都不会松口，会继续攻击，那也只能顶着压力，把外交上的正经事儿先办了再说。中方呢倒是没有直接评论拜登和布林肯的言论，而是表达了对美国财长耶伦的欢迎。毕竟耶伦一直没有配合共和党炒作意识形态问题，而且中国外交系统对他的专业性还一直保持尊敬。但是对美国国防部，中国就不客气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多次跟中国国防部进行沟通都被我们拒绝了。
美国军方现在做的一些事儿，好像也有潜台词。他们说自己在努力打捞气球残骸，以证明中国的气球是间谍气球，号称找到了用于监听美国无线电通讯的器材。但是他们也说，这些器材不能够让中国获得其他手段无法获取的监听信息。同时，美军还表示，残骸在水下深度比较大，马上又要因为天气原因导致海况恶劣，一时半会儿捞不干净。要让负责打捞的卡特尔号2栖攻击舰先返回母港基地避风。所以我猜想，有没有可能这种结果，就是美国继续保持指责，但是又刻意不把残骸拿出来证明谁对谁错？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想故意的保持一种悬而不决的状态，给双方都保留一点对话空间。虽然五角大楼曾经试图降低事件影响力，这次拜登在国会讲话的时候，美军8位上将还刻意的跟国会议员们保持态度上的明显差异。这8位上将拒绝起立鼓掌，应该也是美国军方对美国国会的一种无声抗议。但毕竟是美军开火击落气球的，所以就算我们要打共和党的脸，也要让五角大楼受累，在中间垫着，让压力通过奥斯汀的脸清晰地传递过去。